欢迎来到中茂春拍的直播现场。我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次瓷器专场的内容。我们瓷器场呢分成2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璀璨夜场里面的瓷器板块，另外呢一会还介绍我们日场的古代陶瓷专场。那么现在呢，我们随着镜头先来看看夜场里面的几件重要的瓷器啊。就先这件吧，宫廷陈设重器，很经典的乾隆御窑百鹿尊。这款百鹿尊呢，当时最初呢，它的耳朵是蓝色的，但是呢，乾隆对蓝色的耳朵不是那么的喜欢，所以呢就下旨说生产百鹿尊要将耳朵改为红色的，所以呢就红色的耳朵呢就变成了百鹿尊里面最经典的。各个博物馆的标配，我们两岸故宫啊，还有各大博物馆都是这款红色耳朵的。它的身体的装饰呢是采用这种通篇的通颈的装饰，两面都不太一样，两面都非常精彩。鹿的姿态呢有在觅食的，有在休息的，有各种姿态的。要么转过来这边，镜头转一下。它的学术命名呢是玉质洋彩。这个洋彩是怎么讲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上面没有西洋元素，为什么叫洋彩呢？因为材料最初是源自西洋，康熙晚期呢是引进西洋的材料，那个时候研制珐琅彩，后来呢，雍正7年的时候呢，就将这个材料呢国产化，国产化以后呢，就将也包括景仁镇生产的高端的宫廷陈设器都用清宫研发出来的材料去绘制，所以呢就说这个材料它的渊源是源自西洋，所以呢就学术命名是洋彩。你可以转一下吗？挺精彩的，这边因为它是通颈的，所以呢每个角度每个细节都不一样，可以转一下。这个赤龙耳呢非常经典，也有这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耳朵是矾红彩的。最乾隆早期呢没有款的，就没有耳朵的，不好意思说错了，没有耳朵的。那么显然没有耳朵呢，是装饰效果上来讲呢是没有那么好看，所以呢后来就全部生产是有耳朵的。那么接下来讲这个吧。刚才那个是洋彩，这个是斗彩，斗彩的文房小卷缸或者说小暗缸。乾隆早期市场流通曾经有见到过，但是这款还是比较经典、比较少见的。以往所见到这款，品相完整的非常少见，多少都会有一些品相上的瑕疵。但是这件呢，它品相非常完美，釉光啊、彩头保存的非常好，而且形状烧的非常周正。在乾隆官窑的文房收藏里面呢，卷缸是非常重要的一款，而且这款是斗彩的，所以在
我们在很多藏家的收藏体系里面都会有见到有这款卷缸，也包括故宫啊，我们也会见到有这款。然后就这件作品是永乐时期的，青花料是用苏麻离青料，苏麻离青料它的发色，它烧的炉温控制、炉分控制的恰到好处。我们如果镜头近一点的话，可以看见苏料的这个晕散的这种状态恰到好处。这个盘子呢，它第一烧的很周正，第二呢，发色也比较蓝，还有就是它苏料呢没有过度的晕散，晕散的这个边还是非常清晰的。它虽然有晕散，但是呢，它这个边呢非常清晰，还有就是品相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我们挪步到那边吧。我们这个板块直播多久？持续多久？这对珊瑚红的器物呢非常少见，我是第一次见到啊。宫廷礼器，它仿自青铜器，它的粉本呢，它的原型是青铜器。从晚明开始，一直到18世纪雍乾两朝，尤其注重这个仿古。所以呢，我们见到雍乾两朝有很多的经典的仿自青铜礼器的御窑厂的作品。那么这个标的呢，是一个典型仿青铜器的一个作品，很难得，它的矾红的釉面的保存状况呢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这个圆纹尊呢，是它的原型是宋代龙泉窑的一个尊。那么这件作品是雍正时期的，当时宫里面清宫档案的记载呢，是管这种品种呢叫仿龙泉釉。雍正时期是按照龙泉釉的一个原型去烧造的。品相状况非常的完整。秦敬堂家的，我们移步那边。大家移步过来，我们日场这边啊。这个柜子是有明代有清初的，先讲这个吧。这两个碗呢是特别特殊，这个是元末明初的，目前所见到的能流通的唯一的一件，外面是宝石蓝，里面是红釉模印双凤的一个盏。在同类里面，我们能见到过这个它的肚子比较圆、比较墩的，但是斗笠形状呢，我第一次见到。它旁边这个万历碗呢，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以前所见到的嘉万时期的英系题材很多，英系碗也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它的婴儿的头部是小的，非常小。但是这件作品呢，它的头部是大的，
它的风格跟正德时期的大头娃娃的风格以及开脸的非常接近，所以在整个万历时期的英系题材里面，这种娃娃的画法是非常难得、非常少见。这2天的预展呢，也很多客人来专门看这个展，因为它非常的与众不同。我们征集的时候呢，也觉得很惊喜，居然是在万历的英系碗里面能见到这样的画法，是第一次见，我是第一次见。上面这个是经典的明代万历时期的青花矾红的蟋蟀罐，它的身体的塑造、身体的成型的很难，有别于一般的这种圆形的。它的制作工艺呢是花瓣型的，它的制作起来会相对比较费劲，成型也比较难，彩头保存也相对比较完好。然后呢，就这个柜子都是青花瓷绘的，最近收藏界呢比较热门的明末清初题材里面，这个炉呢，它的体量非常大，我给大家比划一下，通景画的山水，在这个形状的炉里面呢，算是很难得的。以往所见到这种形状的炉呢，都是小体积的，这个算是特别的大。我们来讲讲这个吧。这个柜子，这个宣德龙纹宝冠、赤龙纹宝冠呢，是我们日常古代陶瓷的封面，是这次日常陶瓷里面最重要的一件，最重要之一。因为它特殊性，我们就把它作为封面。目前这个罐呢有它的唯一性，就是说流通市场目前唯一见到的一件能流通市场的唯一。以前清宫里面，从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以前是大维德所收藏的一个雍正6年御制的古玩卷里面见到一对，也就是说，当时的紫禁城里面是起码有一对这样的罐，但是呢，从现在两岸故宫所公开的资料里面呢，已经没有见到有，然后呢，除此以外呢，世界各大博物馆呢，我们目前也没见到有公布出现。那么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是，第一就是我们北京首都博物馆有一只。还有就是能流通市场的，我们现在上拍的这一只。那么我们做一个大胆的推测，会不会当年宫里面所对照描绘的《雍正古玩图》里面的那一对，会不会就是当年对照着我前面所说的这2只去绘制的呢？现在不得而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察、去考证一下。所以说，这个罐子在我们日常陶瓷里面呢是非常有特色、很重要的一件，也是我们历年拍卖，不管是国内外拍卖以来，这种赤龙罐是在收藏领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难得是它整个品相状况保存的非常的完美，身上甚至连一丝的划痕都没有，也就是说，历代以来每一位递藏者都是好像珍宝那样对待。那接下来这边，我们日常的这整一排柜呢，都每一件作品都有它的特殊性，都有它的唯一性。
那么这件元青花直壶呢，也有它的唯一性。元代的折枝牡丹梨壶，在元代的直壶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直壶。那么梨形直壶呢，像这个形状的高装的梨形直壶呢，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非常少。这种高装的梨形直壶呢，它上面的那个图案装饰以及釉彩的装饰类型，一共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这种折枝牡丹的青花折枝牡丹，第二种呢是北京故宫的那件穿花凤纹的，形状一模一样的。还有一种就是咱们浙江龙泉窑的青釉的，一共就这3种装饰类型。那么这个装饰类型，也就是这种折枝牡丹青花装饰类型呢，在这件作品在这种装饰类型里面，目前所知道这是唯一一件完整器，唯一完整的。我们知道故宫的那个那个青花穿花凤纹的呢，它是身体上是有残修的。本身这种梨形直壶就非常少见，像这件作品它完整的，那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征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然后到这个柜，这件何朝宗的作品呢，也可以说是有它的唯一性。何朝宗呢是德化窑瓷塑造像的一个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他是以雕塑这个佛教题材，观音啊、达摩啊，还有其他的跟佛教相关的题材最著名的一位德化窑的瓷塑艺术家。我们所知道的，现在能流通市场的，或者说是国内外公家私家典藏机构里面能跟这尊作品相提并论的，并且能令我第一时间快速的能联想到的，只有一尊，就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尊几乎一样的一尊作品。但是大都会那尊呢，它是没有款式，没有落这个何朝宗作者的款。只不过我从整体的它的塑造的开脸，以及它衣褶的塑造的水平，整体的细节去观察，我推测它大概率也是何朝宗的作品。但是呢有款跟没款的区别是很大的。这尊作品呢，它的款式是落在背部一个葫芦形的一个篆章款。另外我能联想到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尊塑造开脸衣褶也非常非常接近的一尊，但是呢大英那尊呢，它的整个胎釉烧造质量是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差，满身的开片，还有胎釉质量的沁黄，而且也不知道它是否有款。另外还有就是上海博物馆也有一尊类似的，只能说类似，但是呢，它的脸相的塑造的水平呢，我觉得跟这尊作品还是有一点距离，并且上博那尊呢，它的背部，我看那个模糊的照片，觉得它塑造的质量，衣褶的质量呢，会跟这尊相比呢，会略逊一筹，而且上博那尊的款式的它四方款的精细程度呢，要比这尊要差一些。我们知道何朝宗呢，它最经典的款式以及最精的一个款式呢，是像这尊作品的那个葫芦形的篆章款。何朝宗的作品呢，其实分2种，从
从我们专业领域来讲呢，它是有何朝宗本人的作品，还有一种是它同样是同时代的，但不是何朝宗本人作品，它可能是和派弟子啊，或者是他的一个代工作品。所以我们能看见何氏造像里面有2个面貌，一种面貌就是很经典的，一看就是何朝宗本人的作品，就是眼前的这件作品。还有一种就是，只要你从这个脸相衣褶的水平看，它会明显是偏逊色一点，那种它就是何派弟子的作品，或者说是同时代临摹何朝宗的作品。尽管它也是同时代的，但是实际上它的区别是有时候很大，有时候的区别很微妙。然后元代龙泉的梅瓶呢，以前有见到过，但是呢，很少见到有体量这么大的，并且有凸雕龙纹，并且它的釉色发色有这么艳丽的，非常非常难的。我们这次有幸呢征集到这件作品，目前能流通市场的也只有这一件，能流通市场只有这一件。跟它一样的，我们查询了一下资料呢，日本的那个叫大和文华馆，在日本馆藏的有一件呢，跟它是造型、设计风格、纹样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我所见到的日本那尊是黑白照片，所以目前我暂时不知道日本那件的发色是如何。然后，所以这一排柜子是我们日常陶瓷里面最重要的4件作品，因为现在人比较多啊。那就先这吧。这个柜子是刚才我们一开始那个明末清初青花瓷会的一个延续，因为摆不开了，就摆到这边来了。崇祯的2个铜瓶，它的绘画题材比较生动。这个是钟馗，这个是庭院仕女英戏，画的都比较生动。中间的呢是康熙的棒水瓶，万寿纹棒水瓶，发色啊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我们讲讲这尊作品吧。它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冠架，冠架就是放帽子的，以前宫里面放帽子的。冠架有很多啊，它的特殊之处就是第一，它能旋转的。我们做图册的时候呢，还专门拍了一张旋转的一个图片。它是分3段接，3段烧照，然后接上去的。中间呢是镂空捏塑的一个4条夔龙的装饰，下部呢是阳彩，同样是夔龙镂空的装饰。最下面呢就描金以及木纹釉的一个仿木纹釉的一个4个如意足的一个底座。整一件作品呢非常的华贵啊，当时宫里面的陈设，实际上它的陈设性大于它的实用性。这个青花釉里红的葫芦呢，它也是绘画性比较强啊，青花跟釉里红的发色呢非常非常的好。乾隆时期，乾隆偏早期，有一款呢，有一款场景瓶，同样的题材有落款的，那从款式来
去判断呢，是乾隆时期唐英任这个督陶官，唐英督造的一种款式。我说的是前面带款的那种啊，所以我们这种一般行业里面命名也会叫是唐英风格，天文月流唐英风格的九狮纹葫芦瓶。这个小水鱼是乾隆时期仿官，底下是有标准的乾隆篆书款。它外地是有模印八卦纹，八卦纹出现在这种小水鱼上面是极其罕见。我们一般所见到乾隆仿官仿乳的这种八卦纹的装饰呢，绝大多数是出现在四方的重饰瓶上面，但我是第一次见到出现在圆形的水鱼上面。可能这样的镜头看不到，看得不清晰。如果近距离或者上手的话，就可以看出很清晰的一个八卦纹的装饰。顺便说一下，这个小板块是我们这次日常里面的互出专场。我们日常的陶瓷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刚才的中国古代陶瓷一个专场，这部分呢是互出的一个专场。互出就是昨天还有个客人问我什么叫互出呢？意思就是平常百姓家里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之前在这以前没有在市场出现过，没有在任何流通市场出现过，是从户里面出来的。我们直接从户家征集的，所以我们就给它很直观的去命名这个专场叫互出专场。这个印泥盒也是江南那边的一个互出，这个呢是老北京互出，北京互出。我征集到的时候呢，它的外表是脏的，很脏，就户家里面那种脏旧，包括它现在里面也是非常脏的。但是我们只是对它的外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用水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清洗。釉光呢非常润，颜色也非常的艳丽。这款叫梅瓶，但是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它口部还有耳朵。梅瓶呢，我们一般所见到绝大多数都是就是有点稍微外翻口的耳朵，但是这个呢，它的口是像一个小水鱼那样，我们也管它叫蒜头口。这种同样的口部的设计呢，我们还见到有一种乾隆时期的一种叫蒜头瓶。蒜头瓶呢，它的口部也是这样，但是呢，它的身体不是梅瓶的造型。刚才说到它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耳朵的这个双蝴蝶耳的，还衔着两个环的设计。一个瓶子有耳朵跟没耳朵的区别，从观赏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大的。就好比女生，那如果戴着两个耳环，她会显得会更漂亮一点，对不对？对不对？就应该大声一点。所以说，以前我见到有这款梅瓶蒜头口的梅瓶呢，也见到过，但是呢，我以前所见到的是没有蝴蝶耳的，没有这个蝴蝶耳的，所以有耳朵跟没有耳朵的区别是很大。很难得它也保存的非常完整，就除了口部有一个非常细小的颗以外。那就只能是我们再前移一下啊，很抱歉，因为现场的客人比较多，我们就看哪里没客人我们就讲哪。帮我给它转一下，把龙头转的冲我这边，拧一下。对。可能我刚才说了，我们这场有很多的特殊品，有很多目前为止的
流通唯一性，可能说的大家都有点可能稍微有点不相信呢。但是我们征集的时候也很惊喜，为什么这场在就是征集到那么多的目前来讲流通市场有唯一性的东西呢？那么这2件其实也很难得。青花釉里红的装饰，这支呢还多了一个釉下这个青釉的装饰。这一件呢是鱼化龙，这一件笔筒呢是风云际会，它另一面画了一个老虎，这个题材我们常规叫它风云际会。这2个龙呢画得很生猛，康熙时期的典型特征。这2个龙的画法呢，实际上它是先雕刻的，先在胎上雕刻好，然后再施彩的。这2个龙的形态呢，我们会立马联想到大维德基金所收藏的一尊观音尊，它的龙的画法是一模一样，可以推测是当时是同一批工匠所做的。底下这个是康熙五彩，外面用寿字纹画了一圈的寿字。底部呢是寄托款，当时我们叫官仿官，康熙御窑仿成画，但是它这个仿成画呢，只是寄托款上一种形式，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这个纹样去仿成画。这款是当时康熙时期御窑厂给康熙大寿所定制的一款幻寿，它的题材是五彩绘制的是麻姑献寿，所以跟它外壁的寿字是相互应的。谢谢。这个炉是采用开光的形式，跟刚才那个白鹿尊的通景来比的话，相对而言，这种就是叫开窗装饰。开窗里面的绘画呢，绘画性比较强，一点都没显得是匠气。这个炉在这一组青花里面的关注度是最高的，而且呢也从来没见过一模一样的，只能见过说类似的。所以明末清初时期的词汇呢非常有意思，几乎没有见到过一模一样的，因为每一件呢它的创作性、绘画性相对比较强。那么这一件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笔筒是它有一个典故，画面上有一个吕洞宾，还有柳树精，柳树精呢还背了一位女士。如果喜欢这个版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典故，它是一个青袍记的一个典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百度一下什么叫青袍记，就出现这个画面。青是青花那个青，袍是人的就穿的那个大袍大褂那个袍，青袍记。刚才我们说到雍乾时期的仿古风呢，一直从明末开始延续到18世纪，雍乾两朝尤甚。这款是雍正时期的仿古作品，器形仿古，仿自汉代的三足的器皿，釉色是仿宋代，所以当时宫里面这个釉色叫仿古大官釉。仿官釉也叫仿古大铁骨大官釉，因为它的胎骨是那种紫金色的。这个是宣德官窑底下大明宣的年制6字款，这个形状就是我们所说的标准的鸡心碗，它呢碗心呢是比较尖的，凹进去。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专业的术语管它叫鸡心碗。外面是绘制的是莲瓣，里面呢是
里面是变形的花卉团形图案。这个是很经典的洪武时期的蓝釉模印龙纹碗。洪武时期的这一款的碗呢，有好几个颜色，有里外都是蓝的，有里外都是红的，还有里面是红，外面是蓝的，还有外面是酱色的，里面是蓝的，另外还有就是外面酱色，里面是红的。那么这款呢，属于里外都是蓝。比较挤啊。就顺便说一下这个吧，海棠尊大家都知道海棠尊，它体量比较大，双向耳的设计。乾隆时期相同的造型呢，我们现在有粉彩的，粉彩呢中间是开光，还有我们还见到有雍正或者乾隆时期的颜色釉。有反光釉的，有粉青釉的，都是这个造型。那么这个是蓝鸽釉的，这个柜子呢以釉上彩瓷为主。这种黄的跟胭脂红这种叫节令扇碗，当时从乾隆时期一直生产到光绪、宣统时期都有。胭脂红开光的这一对呢是叫五谷丰登，黄的这个呢是三元开泰，里面是青花的装饰，是很经典的清宫节令扇碗。下面这个呢是很经典的五彩龙凤碗，这件是小的海棠尊，大的海棠尊反而还容易见到。譬如上博的有一个粉红地儿的一个压到花卉的一个大的海棠尊，这个形状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这个品种呢，它是青花粉彩的品种。而且是最小的，在目前流通市场里面的海棠尊里面，这是最小的一款。这个高足碗呢，它的原型是宣德时期。康熙时期御窑的复古作品，保存状况非常好。这款呢是雍正时期的洒蓝地留白的公碗，它这种工艺最早出现在元代，然后呢永宣时期、宣德时期最经典。然后呢，一直到了雍正时期，这款碗是宫里面很经典的一款。上面这个小梅瓶呢，乍看以为没什么特殊，它最大的特殊呢是在于它的底部，它的底部的六字康熙款是郎挺级都窑时期的一个标准的郎窑款。大家有机会可以上手看一下，通过这个款的对比呢，就知道它是郎窑时期御窑的作品。1099这个雍正盘，外面是柠檬黄，里面是洋彩的兰花图。这个兰花图的原型本呢，是我们在台北故宫藏的有一幅宋代李松的画里面有见到类似的。那么当时御窑厂生产的这款兰花图盘呢，我相信它也是有一个本一个画稿的。
最原型的画稿就是宋代的。这个顶式青花炉呢，同样是乾隆仿古，乾隆官窑仿古。因为仿古，所以呢，它就没有落乾隆款。但是呢，可以从这个胎釉质量、青光发色以及修胎工艺，一看就很明显是乾隆御窑厂的作品。这个小扎斗是画的金鱼，寓意是金玉满堂，底下是道光款。这个柠檬黄釉浮雕龙纹四方盖盒是当时宫里面的印泥盒，很难得。它有凸雕款、大清道光年制款。时间差不多了吗？这款翡翠绿碗呢是雍正颜色釉的一个经典，只不过可惜呢，这个碗底呢它是有这个冲线。这个碗呢还是有英国那个 Marchi 那个古董商的一个传承。这个小盖盒四方盖盒非常特殊啊，顶上是粉彩的西洋人物，周边是同样是粉彩的一个锦垫的一个纹。那最特殊之处是它底部居然有款的，而且这个款呢是用六彩绘制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手来看一下这个特殊之处，来看看这个款的特殊之处在哪。刚征集的时候呢，这个黄釉浮雕柳下双骏笔筒的时候呢，认为没款的，但是呢，很惊喜，翻开底部呢，居然是有一个标准的大清道光年制的一个刻款，品相保存状况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可以再过来这边吧。跟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个斗彩暗缸相比呢，这种就是卷缸了，大卷缸，就不是放在案头上的，这种是真正就是拿来插画卷的，插画轴的。当然，当时宫里面呢也有可能它拿来养鱼的，也有可能。风景呢画的是海浪、游鱼纹，或者说是鱼藻纹。品相呢，就除了缩釉以外呢，品相是完整的，很难得，几百年下来居然是完整的。这个青花呢略微有点晕散，其实晕散呢也是青花审美的一种趣味。只要它别太过分就可以，这个略微晕散了一点。相比之下呢，这个青花就非常的沉稳，非常的结实，非常的艳丽。这个也是通景的绘画，画的是文绘图，这种类似文绘图、竹林七贤这种题材。大卷缸。同样是卷缸，没想到它这个品相也是保存的完美的，就除了有正常的使用活痕以外，全美的品相。我转给大家看看啊。好，这个。康熙五彩，它的款式落在口沿的底下，
款在这，康熙晚期的款，康熙晚期的偏晚的作品。最近的康熙五彩比较热，这次来看这个花盆的朋友客人也比较多。制作工艺呢也挺难的，成型工艺非常难，我相信当时成品率也是很低的。它是八方的这种八拼的工艺，八拼工艺，它相比那种圆形的工艺来讲呢，八拼的工艺是很难的，它烧成的成品率呢也是偏低。这个展柜呢是我们这次别的窑口，好几个窑口的单色釉的一件器物，每一件都有，基本每一件都有它的传承来源。这个小盘子我们管它叫小喜，小喜是它有它1963年的卢芹斋的一个出版的一个著录，1963年的著录出版。我们打印的这个呢是它的出版物。因为出版部呢不方便带，所以就打印出来了。能看得见吗？这个天花的这个花瓣形的展呢是徐展堂的旧藏，底下有徐展堂在望山庄的一个收藏签。这个柳条罐呢，还有这个天津釉炉呢，是安思远的旧藏，并且有出版过，有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我们移步这边吧。这两个彩瓷呢，彩头保存的非常好，品相状况也非常好。其中一个呢是雍正粉彩，他画的题材呢是一个很有异域风情的一个图案，画的是一个外国人，画的是一个渔夫。这个画面呢是极其少见。我另外还见到过美国，我忘了美国还是英国一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当时应该是外国的贵族订烧的。这件荷花鸳鸯盘子同样是雍正的，它的彩头彩绘很精细，然后几百年下来呢，它的品相釉光啊，品相状况保存的非常的好。哥们拿这个出来吧，拿这个洗出来，行，拿这个也行。我给大家上手看看这个啊。首先它的釉光呢非常好，在这个类似题材里面呢，这个彩绘算是非常精细的，非常精细，它每一面的图案都不一样。这边是花蝶纹、蓝菊，还有其他的花果。这个应该是腊梅、灵芝，同样是花蝶。同样图案呢，我们还见到北京故宫有一款类似的海棠型的。故宫那个海棠型的花盆呢，它是落了有顺德堂款。实际上从这个画工可以去判断呢，当时同样是顺德堂的作品，只不过呢这件呢它没有落顺德堂款。从精细程度上来看呢，它同样也是顺德堂类型的作品。
好了。这个讨喜呢，虽然是每款，但是呢，从胎釉、织钉以及制作工艺的巧思、精细程度看，一看就是御窑的作品，御窑厂的作品，因为他可能考虑到美观，所以呢，他就没有落这个款。但是我们去判断它是否是官窑是不需要看款的，只不过它如果是有款的话，它就市场价值会更高一些。这个喜最美的地方是在它的底部，整个塑形呢是按照桃子的形状设计，它中间有一个棱，就代表桃子那一道棱。这个支梗的设计是镂空的，是捏塑上去的，至今保存非常完好，非常难得。釉光也是一级的润，开片的形状、颜色呢也很有味道，非常漂亮。它保存的非常好，所以说当时实际上呢，这种器皿呢，它的观赏性、陈设性是大于它的实用性的，基本上没有用过。好，休息了。然后这个还有多久啊？我从来没见过这款斗彩的花菇，并且是带铺手的花菇，斗彩龙的花菇，我第一次见。雍正时期的，并且也是官窑，虽然它没有落款，但是不需要看款，我同样知道它是官窑。顺便讲一下，有款的不一定。顺便讲一下啊，看瓷器的年代判断呢，不是说非得要从款去判断，因为它有落款的，它不见得那件器物就是它款上所写的那个年代，还得要综合去判断。那么没款的也不代表它就不是官窑。就好像这件，它尽管没款，但是它100%是御窑厂的作品。但为什么没款呢？有可能是当时做了一个试样，我们叫试样，所以就不落款了。试样往往是不落款的。这一款花菇呢，我们还见到北京故宫有形状一样、大致上一样的一种斗彩花卉的，还有形状大致一样的颜色釉的，我记得是孔雀蓝釉的一种菊瓣型的，菊瓣棱一棱一棱的花菇。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吧，有款的官窑呢是收藏的一个热项，最热捧的就是带款的官窑，但是呢，收藏的趣味性呢不在于说它是否官窑，是否有款，就好像这5、6年最热门的词汇题材的，它没款，但是呢，它的绘制呢是非常的精彩，用彩非常精细，烧造釉光也非常好，
一丝划痕都没有，保存状况非常好。荷花鸳鸯的题材绘制呢，本身这个题材就清雅，然后呢，它用彩非常精到，保存的非常好，所以这个盘也是这2天来观展的客人比较聚焦的一个盘子，也包括我本人也比较喜欢这一款盘子，绘画性强，趣味性强。好，说起来，大家看这个啊，这个是雍正时期的仿古，仿官釉，壶形呢是仿青铜的壶，青铜壶，所以也可以命名为仿官釉冠耳壶。这个呢就有落款的，顺便说一下，雍乾时期呢，有一些御窑厂生产的仿官釉呢，它是不落款的。如果不落款那种呢，它的胎釉去追宋代的味道是更追宋代的味道。有款呢，它当然也去追宋代的味道啊。但是如果从这个乱真的角度去仿当时雍正御窑去仿宋能达到乱真的角度去讲的话呢，可能是不带款的那种会更像一些。那么带款的呢，就大家都能辨认。带款的呢，它就釉光啊、开片啊、颜色啊都非常漂亮的那种。那么显然，如果流通市场的话，那肯定就是带款的要比不带款的要市场价值要高出很多。